大家好，今天的话应该是最近以来最大成的一期节目啊。为什么这么定义？我已经有了一种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感觉，已经防御做到了天花板，相当于天花板。当然我说的防御呢，只是暴力攻击层面上的防御，跟渗透等相关的技术活关系不大。我们只是防御 CC， 防御 DDoS。这两种常见的攻击，我们现在有了更全新的高度啊，让我们的网站至少90%、95%的攻击对我们网站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效果了。我们今天会使用我们这个 Fight to Ban， 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厉害的很多，对接我们的 Cloudflare， 然后让我们 Cloudflare 在前面把恶意 IP 送进小黑屋，很爽。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个例子，这边我们是 IT 狗 ，IT 狗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最好用的压测工具。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它其实能代替很多这种像那些脚本小子啊，甚至他们的机器还没有人家 IT 狗的机器多。我们用 IT 狗是最方便来验证我们的防御是否有效的一种必要手段。我希望大家也应该了解IT 狗的一个作用啊，它不光是测速啊，我们先常规的这样的测速，这是大概拿70-80台机器一起往你的站点进行访问。当然我现在呢，所有的缓存已经加上了，未来会告诉大家如何做 Nginx Fast CGI 的缓存，来缓存我们 PHP 动态生成的一些内容，这样的让我们访问速度更快，能更耐压。大家如果是用宝塔来建站的话，不管你是建 WordPress 还是建其他的，如果你没加缓存的话，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多点几下这个按钮，你就会发现你的站点已经性能不足了。一旦发现这边变红了，那证明你的站点的 CPU 已经爆满了。 CPU 爆满的意味着就是其他小伙伴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访问不到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CC 攻击会拿大量的请求流量压你的机器，把你的机器压到无法提供服务。有效的路径都是带缓存的，很好的避免压力测试。 Nginx 的性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它遇到了巨大的真实访问请求，它的 IP 特别多，它的机器特别多，它就是强压你的 Nginx， 同样你的 Nginx 也受不了，直接就是挂起的一个状态，宕机的一个状态，是很恐怖的。不管你是动态站还是静态站，都会面临着 Nginx 崩溃的一种情况。频繁的去点击对我的站点是一点威胁都没有的这是我机器的一个走势图。但是对于我们的动态站点，尤其是 PHP 的站点，它如果一旦打出404无效的 URL， 就会导致我们没办法缓存它会绕过缓存，直接打到我们 PHP 上，然后它直接传导到数据库查询没有对应的东西， PHP 再返回404。这个过程呢，就是纯后端的一个判断操作了，这样对我们的后端服务器的压力是特别大的，尤其是 WordPress 的站点随便打一串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一个无效路径。这些攻击者呢，就会用这种随机攻击的方式来攻击我们站点，这对我们造成了沉重的服务器压力。你会发现找不到站点，单一的请求打过来没有任何关系，请求一多，请求一大。我们拿 IT 狗来做这件事情，它80台90台机器一起来测，这直接就打穿了。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有黄颜色的了，我们后台的这边的压力就来了，可以看到了吗？这个就是 WordPress 最痛苦的一个点。当然我这台机器呢性能还算不错，你点一下它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2下、3下、4下、5下、6下、7下、8下、9下、10下，直接这边呢就100%。这时候你在访问网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慢了，甚至如果你性能不是特别好的话，OK， 你这个站点呢很有可能打不开。但是我这个性能还可以，而且我用的是 LDNMP 组件的一个架构所以它的恢复能力是非常强的。你一旦不攻击了，我立马就可以恢复正常，不像宝塔打满你的服务器导致你的服务器内存爆满，你就宕机了，你的 SSH 你都无法连接，直接你要重启服务器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恢复能力是非常强的。当然真正的黑客小子呢，他们不会这样的去简单的玩一玩，他们是可能24小时都会压制你这台服务器如果你真的有利益可图他们会这样去操作。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防不住的。我们现在8、90台机器，你一旦增加到100台、200台，压力呢直接 NGIX 就崩了。服务器你再是静态网站，你也扛不住，才会有我们之前那一期 CF 里头设置很多规则，这样也不足以防御 CC 攻击。我们看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成果啊，这时候呢，大家再反复点，我们发现打不进来了，它变成403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后台也不增长了，表明我们今天的成果已经生效了。什么意思？我把这些 IT 狗的 IP 已经拉黑了，我们可以设置让它关小黑屋关多久，关1个小时，关2小时，关3天，你都可以去定义。我们来到我们的后台，我们来看一下10，因为我全套都用的我自研的一套架构，所以我们这边35。来看一下防御这一块，我们可以看一下6站点防御的一个日志。这边呢，我们已经看到已经封禁了113个 IP， 这些都是 IT 狗的 IP。我们再到哪里看呢？我们再到 Cloudflare， 因为我们套了 CDN， 真正操作的其实是 Cloudflare 的 API 帮我们把它全部拉黑了，在 Cloudflare 层面上把它拉黑的这种前端阻隔。我们这个站点的域名，我们可以看到安全这块。我们发现很多都是中国的 IP， 因为 IT 狗呢，它主要是测试节点都是在中国，这些请求呢都是我们的恶意请求，看到了吗？这个头 IT 狗的这边是完完全全能对应上的，访问规则 IP 给限制掉了。之前讲的好好的啊，说设置很多规则，你看我现在这些规则都不要了，包括我们这个频率限制我也给关了。我们 Fight2Ban 对接 Cloudflare 之后，几乎可以不需要用这些，但是对于有一些小伙伴的网站啊，还是更谨慎一点，把这些规则加上，因为你还是能屏蔽大部分的 IP， 不让他们去访问你这个站点，在封禁层面上的一个压力会小，是有必要开的啊。我只是在这做例子，只是说我们今天用的这一招，给你关小黑屋，关小黑屋的地方啊，大家可以点这个工具。都是通过我这个规则来屏蔽所有的这些 IP， 大概看到了吗？113个和我们这边113个完全的匹配，就相当于我们本机同样也会记录，我们的 Fight2Ban 同样也会记录，我们的 Cloudflare 验证它是否有效也同样会记录。如果我是普通账户恶意啊，在后头加这些，你就会发现我也被拦截了，对吧？你再来一次，我们在这边日志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这边选择8，因为这个页面找不到存在的页面，404已经触发了。这个 IP 就是我们自己当前使用的访问我们网站的 IP， 再去访问我这个网站已经被 Cloudflare 拦截了。拦截了以后呢，我们在 Cloudflare 这个小黑屋，我们刷新一下，就能看到我们当前的一个 IPv6 的地址。我如果把它解除，调成质询，托管质询，那我再访问我这个网站，我就能访问了。当前我使用的这个 IP 是已经被 Cloudflare 完完全全监控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对应的很精细，也是方便我们未来让大家部署以后能够更有效的抵御我们的 CC 攻击。现在已经基本上大部分的 CC 攻击已经对我们站点无效了。我已经给大家演示了啊，我们遭受攻击以后它是怎么拉黑 IP 的，我们如何自己访问，也会同样的方式去处理你。你访问了你不该访问的网站，你触发了不该触发的一些错误码，我就会把你拉黑屏蔽。状态码有几种，我监测了404、503还有444。当我的日志里出现了这些状态码， OK， 你这个 IP 就被我关进小黑屋了。所以一般的流量打进来以后，基本上30-40秒，所有的 IP 全被我送进小黑屋。这就是我开篇为什么说我一直想鱼来上钩的这种感觉哦。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慢慢已经体会到我的兴奋了啊，会促使其他小伙伴不断的去来尝试攻击我的网站，当然对我来讲是比较好处的。关于防御我也整了大概1年半年的这个样子没有找到很有效的应对方法。那如今的方法呢越来越成熟了，而且网上呢其实对于这些内容的介绍都是比较含糊的，没有很好的一个实战案例跟大家来进行分享。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呢是非常有参考意义、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希望大家慢慢吸取。可能你一开始理解不了什么网站站点什么怎么用这些你都不用太着急，
我待会儿呢就会一步一步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先建一个 WordPress 网站，然后我们再套上优化，再套上防御，也是对我自己知识面的洗礼。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人说你封 IP 呀，你封 IP 呀，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而且我当时试了很久，那这个 IP 怎么封不掉啊？最后发现什么 Docker 网络啊又有一些问题，然后又发现 Cloudflare 那边为什么封不掉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今天都会有答案。那这张图呢是什么？这张图是我之前昨天在2个论坛发布说我已经不套 CDN 了，然后我已经不开小云朵了，大家来试试你们的 DDoS。看到突然一个大流量，然后一会儿就没了，就是被拉黑了，露了一个头你就进小黑屋了，露个头你就进小黑屋了。这个是没有开 CDN 的一个情况，但是这台机器可能在某些配置上有点问题，导致后续有 IP 没有被拉黑，然后一下子这台机器这个 CPU 就爆满，然后直接过了5分钟，直接这台机器就进黑洞了所以很爽。然后这个呢就是 CC 攻击的一个范本CC 攻击范本可以看到这种锯齿状中间间隔，就表明这些流量打进来以后立马就被拉黑了，然后这是第2波流量进来，然后也立马就被拉黑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块一块一块的很有趣的一个状态。以前的话基本上就是从头到尾全满， CPU 全占100%。但有了这一套机制呢，现在的状态是非常优雅的，相信大家你在隔着屏幕你都能感受到我的喜悦。当然很多脚本小子黑客小子他们一听到我这么喜悦，他们肯定来劲儿了，互相的保持对立，然后让我们互相的进步学习。因为我现在呢有点飘，有点局部，就是才哪儿到哪儿，但是我已经不应该展露的一种状态，这样的话让我更快的去进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从零开始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一些部署方案如何去部署我们的封禁机制让我们的封禁更优雅，能抵御 CC 攻击DDoS 攻击。我们今天会分2部分，一部分是如果你不套 CDN 我们来如何去让你本机的 IP tables 来进行拉黑。第2个就是我们会讲接入 Cloudflare 以后你该如何设置，如何防御。当然这2方面是一个递进关系，我们先把本机的先调好，再去套 CDN， 这样阶梯式的跟大家来讲会更利于学习，更利于学习。